大家好，我现在呢是在铜仁德江县的长风乡。我身后这个洞呢叫做川心洞，据说这里面呢是一片世外桃源哈，有一个老人家呢隐居在这里面已经有10多年。走，我们进去探访一下。很漂亮的一个大场地啊，我感觉都有这个足球场这么大，非常的漂亮。这个洞里面还放了好多的椅子，然后这边呢就是另外的一个洞口。它这个洞呢，它是两边是相穿过的啊，就类似于一个天生桥的那种形式，但是比天生桥呢又要更宽大一点。这边呢建有一排的这个房子，然后这儿呢有一个小桥走过去。从这个地方走过来呢，经过这一座小桥，就会到他们这边的这个居住的这个房子，乘凉的这个房子啊。它这个两边呢，一边有一个坎，然后呢，正好把这个河水呢给它拦到这个中间的位置。哇，走到这边来，好宽大。你在做哪个，水水？你在做哪个？你在写字啊？我来练下书法。你是写书法的呀？我参加全国的书法大赛，我这一次已经是报名了。参加全国书法大赛？哦，哇，你还是个文化人呐！文化是当然是我也是混时间啊。混时间，写得好哦。你写字写了好多年了？40年了吧？都写了40年了。我这个陈云春就写得好啊，可以说是这个达到国家级水平了。而且我不是说我自吹自擂啊。我只有一首陈云春诗，在当今中国他没得几个人做得起。我念给你听，好吧？陈云春大将军是我们大将姓的嘛。秦东疏流，厚德江城，甘霖菩萨万物不停恩。峰峦突垂，清气耀眼；云追白鹭，柳龙黄莺。河清海晏，盛世风华尽红尘。阴下里望西山玉水，满云追春。观音湖有新雨，乌江飞鹤响无行云。喜故乡居民，化于千里。拓平山华，相醉人群。国强民富，气振风情。寰宇激荡，中华魂。同携手，奋进新时代，锦绣乾坤。对，写得好。这些诗词现在当今社会没得几个人做起，它的文学性，它的艺术性，它的思想性，它的政治性，它的社会性，它的时代性。但是你再好的诗词，你如果没得朋友，他就点不到赞，他又不给你点赞，其他他又看不懂。关键是有文化的也是占比少数。有文化的有文化本身就少，现在懂诗词人少，再加上他这个平台，一般又看不到。这完全是靠自己的朋友圈来发朋友圈，他们读了以后认为最好，他就给你点个赞。书好大年纪的？今年66岁。66哈。你来这里好多年了？今年18年。18年了。你是哪个原因来这里的？我家就是外面的。哦，之前就住那边？就是过去就是1公里。我从小望牛啊、砍柴啊，都在这儿。都在这地方。那我看你这个里面也整了好多房子，又整那些东西，花了好多钱了。这今年花这个500万。花了500万。今年18年了，光是修桥、修路啊、修路，搞这些设施设备就搞了7年。你也有恒心的来，花了18年，来慢慢的整。我家这个地方，我当了这个地方来养下楼啊，修个生噻啊。对。我不图那走那勤嘛，那我就图他自己待个舒服啊。楼来的话，有几个爱情不会有啊，自己待个舒服嘛哈。你这以前是在外面上班了都是？在哪里上班啊？哎呦，我待了单位多。你以前都在政府上班啊？我这个
劳动节呀、计划委员会呀、施华节呀、农经委呀。这个洞主沈叔叔呢，他在48岁以前啊，他也是在政府部门上班，包括在贵阳办事处呢，也上了好几年的班。48岁以后啊，才回到自己的家乡，来打造这么一片世外桃源，真的是令人敬佩啊！在48岁的时候就已经想清楚，放下了好多事情。我感觉就这一点上呢，已经超过了我们大多数人哈。你看，通过了18年时间的艰辛的这个打造啊，这个地方现在变成了这么漂亮的一个世外桃源。我其实挺佩服他的这种勇气的，是吧？那么好的工作能够放掉啊，回到自己的家乡，真是勇气可嘉呀。那么现在呢，他就是在这里面写书法啦，下棋啦，然后在这里躺着想一想人生啊，对吧？这种生活真的是挺惬意的，让人羡慕哈。如果说让你来过这种闲云野鹤般的生活，你愿意吗？今天呢，阿泰是来到了我们遵义的赤水河畔，这个地方真的是山清水秀，景色宜人，空气清新，鸟语花香。不可思议的是，我在这个地方发现了一个水帘洞。更不可思议的是，这个水帘洞中啊，竟然有人居住，你敢相信吗？现在我已经来到了这个水帘洞的下方，沿着这条小道一直上去呢，就能到达水帘洞的洞口。到底是什么样的人会居住在这样的水帘洞中呢？跟着阿泰的镜头一起上去探秘一番。需要走这样的步梯呢，才能到达上方的水帘洞。这个步梯看起来都非常的古老啊，应该是安了有个几十年了吧。这里呢有一片竹林哈，这个竹林看起来还蛮漂亮的。大家也知道，赤水这边呢，它就是盛产竹子的。今天的温度啊，这边高达39度，相当的热。但是呢，走在这个竹林之中呢，也好像没有显得那么热。现在我们就马上到水帘洞了。这里呢有一片的竹林，非常漂亮。这有只小狗，你咬啥呢你？你就是住这里吗？哦，这里就是你住的啊？哦，你走哪去了哇？我要这边掏钢镚来。掏钢镚了？哦，你们这儿最近凉快哟，这两天？整天大凉。哦，你之前的房子在下边哈？就是这边这条公路。哦，等于是修公路又占嘞。占了以后又反转。哦，还是至上面最近矮一点咯，我觉得。咋搞嘛？你还喂猪了哈？喂盖儿。喂盖儿，为了过年吗？为了过年哦。哦。哦。这个阿姨她背了一背篓的东西啊，我让她先背过去，然后呢，我们在这里呢再给大家看看这里啊。大家看她住的这个地方，就在一个巨石板的一个下面。那么这阿姨他们非常的勤快啊，你看这里堆了这么多的木材，然后这边呢也堆的是一些竹竿，还有木材，那里也堆了一大片。那这边这个石头真的是非常巨大哈，走到这个下面来，这里呢是他喂的一个猪啊，这个猪呢是未来过年的，还不小了，可能已经有200多，接近300斤了。那么我们走过来的时候呢，这边呢还是比较宽的，反正就在一个巨石板的下边。那么这个位置的整个宽度呢，可能是7、8米左右哈，就是这里的一个横向宽度大概是7、8米。你像这个呢，就是我们农村大家知道吧？喂猪喂在上面，下面呢就是粪坑。你看这个，这个地方呢还掏了一个粪坑。这里呢也是铺的石板哈，它本身下面呢就是一块巨大的石板，上层也是一块巨大的石板。正好这个地方呢进行了镂空啊，镂空呢它的进深比较大。为什么跟你们说是水帘洞呢？你看这里是不是有水流下来上面？
现在呢，因为这边已经连续干旱了1个多月，所以这个水呢就比较小。如果在丰水季节的话，这边呢可以有个4、5米宽的这么一个水门帘下来，所以我们把它称之为水帘洞嘛，会非常非常的漂亮哈。这边呢，它也没有做这个栏杆哈，看起来还是挺悬的。你像这个位置的话，就比较矮一点，我的话就走不进去，我只能走这个边上。这个位置呢，我可以走得过。这个位置呢就比较矮啊，大概只有1.3米、1.4米的这么一个高度。你像这里呢，就是他们的住的一个住房。这个木柱子，大家可以看一下啊，全部都是顶到上边的石板的。从它这个房子的后方这里有一个通道过来，这个地方上盖板和下地板的这个中间的高度，镂空高度啊，就跟我的个子一样高了，1.8米多一点。这边呢是他们喝的饮用水，这个水管呢也是从这个上面山上切下来的。尤其是从这个正面出来呀，看到这里的这个水帘洞奇观啊，真的是非常漂亮啊！看看门前这个水啊。你在这里住了好多年呢？我都来了40几年了，我是42了，这都是满41了。哦，你是从远处嫁到这里来的吗？我是高边塘那边的。哦。那个叔叔在他爷子在里面住哈。那在这嘛。他们还不在这里住了好多年的哟。住了50-60年了。50-60年了。哦。他爷子嘛70了啊。哎，他70了，因为上次来的时候他就说的他满70了，要。哦，明年是满70了。我跟他还在家门呢。你是姓周啊？啊。家门那真的。我们这住好几户人了。好几户人哈。好几代人了。这里应该是住了4代么5代人。那是5代了。5代人哈。哦，5代嘛，有20多这真的。住在这里面长大水的时候喊人不？不喊人啊，要水他后面来了，人去也是大得很的水哈。今年真的是很大，往年大得很。就是到处拖的稀烂，这边水都简直是要下的，往年比较大得很。涨大水的时候，这一大股冲下来还是吓人哈。哦，山区他喊的你是轰都海就像陡峭大谷。陡峭大谷。哦，那是山上来的需要等不到来。我不是一跳条河浪的哈。哦，那用多大来，多大是不是呀？那是。这里呢就是水帘洞的最左侧，你看这里还有2座墓葬，应该是他们的一个祖先。这里呢正好是一个石头这样隔开的，这边呢就是水帘洞下的整个面积了。那么很多朋友呢有一些疑问呢，就是这个地方住着会不会安全？我跟你们讲啊，是非常非常的安全的。我们可以看到上面这个石板的厚度啊，差不多有10米，而这个下面这一块石板呢，也是有好几米，所以它是非常厚。而且这个大石板它是直接嵌入到山体里面的，所以会非常非常的牢固啊。我可以说比这个城市里面的钢筋混凝土那是还要牢固的。那么第二一个问题啊，就是有些朋友说住在这个下边了，会不会特别的潮湿啊？我告诉你们啊，不大会潮湿的，除非这个天晴下雨的时候呢，这个反潮呢会有一点，那平时一般不会。我要告诉你们为什么哈，即使是山顶上下大雨，那么这个石头它是一整块的，只有一些带缝隙的地方呢，那个雨水才可以浸得下来，其他地方呢它是不会有雨水浸得下来的，因为这个石头呢起码有很大的一段呢，它直接是嵌入到山体里面去的，明白吧？那么还有一个就是这个高度，大家问这个高度会不会压抑？刚刚呢，
我们在那个房间呢，你们也看到了，这个阿姨站在那个灶台上，你看她的这个身高也是大概1.6米，那么你看看是不是接近4米多的一个高度？我们城市里面的楼房的楼层呢，也才多少3.9米，对不对？所以说一点都不压抑啊。那我们再走这边来看一下，这里面呢，原来呢是住的4户人家，也是他们4兄弟啊。这边这些呢都是房子，包括我们看到这个位置呢，还是一个灶台，对吧？还有一个留着一个痕迹。那么这边这些房子为什么搬了呢？因为那么其他几兄弟呢都全部搬走了，包括这个叔叔阿姨呢，他们已经都搬出去了。只是后来他家的房子呢是建在这个赤水河边的这个路边，但是修路的时候呢，正好要经过他家房子，所以呢就房子拆掉了，把房子呢赔到别的地方了。那么他们呢，又更加的愿意住在这里，而这儿呢就是他们的老家，所以呢，他们2个老人呢又搬到这里来住。这个地方的面积，我跟你们看一看哈，从这个外面这个洞口啊，直接到这个里面这个进深的一个宽度，它最宽的地方应该有13、14米，即使是这里窄一点的地方呢，也有10米啊、11、2米这样子。那么整个长度呢，最少有个100米还要多。那我们可以换算下来的话，这个还是不小的一个面积啊。这个洞里面的面积呢，就有1亩多地，也就是说有600、700个平方，所以说面积是足够3、4家人住的。那么这个地方呢，哈，他们那个房子呢，上面是有做一个层板来隔开的，为啥呢？因为在这个下面使用啊，那么它这个洞里面呢是通风的，所以呢，这个风不断的这个吹，不断的风化呢，这个上表皮这里啊会有一层一层的这种小石块呢，它偶尔的会掉一点下来，所以在这个房子的顶部要做一层盖板呢，就是预防这个掉下来，一个脏到地面，第二一个呢，会碰到人。虽然说很小块的，但是也需要这个楼顶呢做一个楼层盖板给它挡住。有人会觉得住在这个水帘洞中啊，这个水声会不会很大？大家可以听听现在的水声啊，其实是非常微小的一个声音。那么在这种天气的情况下呢，这个声音基本上是听不大出来的，可以说比这个城市里面的车水马龙声呢要小得多，而且呢听着要悦耳舒服得多，对吧？当然呢，也有个别时候，如果在涨大洪水的时候呢，这个声音那就是相当大了。不过呢，他们长期居住在这儿呢，习惯了，也没有什么哈。如果说在涨大洪水的时候，这一个水呀，其实可以冲到10多米远的这个地方去啊。所以，如果说是比较担心的，就是对这种声音比较敏感的，其实在涨大水的这个季节呢，还是不大睡得着的哈。这个地方的环境呢，真的是非常漂亮哈。就像现在赤水的温度呢已经达到39度，而这个地方呢依然是非常凉爽。这里呢确实是像一个世外桃源一样，住在这个中间呢也是非常的安全。假如说让你们居住在这样的地方，你们会愿意来吗？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咱们下期再见，拜拜。这边这个房子里面呢也有个老人家，不知道还在不在啊？我们看一看。老牛，你都在，我还以为你出去了啊？哦，你吃饭没得？我就是吃饭。正要吃饭啊？你吃没嘛，宝宝？我吃了。哦。你还认得我不？你是不是？上回来过的，去年。去年嘛，前年你来那提早点拍照，是不是你嘛？啊！哎呦！啊，你还记得我啊？哦。
我又来耍呀，来给你打个招呼再走，我都要走了。你老走了？啊，我在高边赶两个日，做主社会主任，我老看到你飞机上给走啊碰飞过，我说。哦，高价给房子给生年日了。两个是每日噻，去年这个都是每日噻。几个儿哇？这哈儿还在，这个等于说是我做嘎吃长大，这个我那会儿才7岁，等于说后妈，我亲生的后4个啊，这个是那去都嘛生活做啥嘎吃长大。我那会儿他刚刚来7岁。哦，你说的这个就在这个岁数。像你这个刚刚来7岁，我做来抚养大是2姊妹，还有个叫任桂仙来德阳。这我自己亲生的都还有4个儿啊，现在还有4个儿啊，有个女我亲生的话。你亲生的有4个儿娃娃，一个姑娘。对，就是我。你福气好得很啊！哎呦，跟大哥说多好。你八十几呢？你是80几呢？81喽。81了哈。今天我大姐死了，他们镜头走啊，你去做大姨个要弄啊。陈协英大姐死了。你现在都是你一个人在屋头？我个人我赶忙喂猪，我下不来，我正好个药厂补给搞点2家猪食喂猪。我结过水果，你改过渴吗？不用了，奶奶不用。结过苹果，你改过渴？不用了，我们喝水的，不用了。先喝几罐茶。喝了水的。不拿耍了去了。你忙你的，你要煮饭吃了嘛？我都煮来都要吃诡异了，大光我心想你问你吃没吃，你没吃吗？我吃了。我就少点喝，快点吧，我就煮粑你吃，我心想怕你没吃的话嘛。不了，吃了。吃了就算了，你没吃的话，我饭我也有，我汤包面有，我就是面有啥酒有，我又可以整点你吃啊我这个又有锅，我又有锅灶，我又拿去。我几个儿噻，你晓得吗？说老妈的呀，说你忘，他说原来就是你一个大哥，他说还给你拍照的啊，说你在梯子上背个包包，手头拿个手机的，他说现在发出来到处都看到了。就说你这个大哥，我说。他们都看到了哈。多得很，都看到，而且多远的在厦门啊庙。广州面打工都看到说，那你没吃饭，你吃饭呢？不要管我。都吃诡异了，大哥。吃诡异了哈。我捡个包柜吃了，煮熟的。你煮熟的包柜啊？我捡那个。可以。这个都是用竹片接过的水，就在外面都去拿外面晾，就在外面。你这个包柜还是糯包柜呢？是，又是用的嘛，又是铁的啊，是啊，糯包柜。吃得多嘛？好吃。不大，我没去把大锅来煮啊，是我要整了点醋。我说晓得你这个大锅来把这大锅把这锅煮嘛，你都吃得上。不用，这个好吃。这个大锅不大，我想不起了。我那年是真的，我想的，你让我这日久拍照。对啊。是你儿媳妇哈。是儿媳妇，我姑娘。那个是我儿媳妇，说这高边这个四姑娘。是。这不是在这点嘛，就在这点。对，那个是我四儿媳妇。看来你记性好啊。我大儿媳妇姓陈，叫陈慧茹啊。我三儿媳妇姓赵，叫赵露蓉。四儿媳妇姓罗，叫罗思英。幺儿媳妇姓李，叫李竹皮儿。我婶婶都好多个啊，我有3个女婶婶啊，2个。我最小个儿啊，那个女婶子都考进正牌大学了啊。她在分别在乐山去读嘛。那个这姐在考的还是正牌大学。我婶婶的，我就18、19岁，我搞大一个。考的正牌大学。他说就不安排工作嘛，那个找工作都好找。好找的啊。对。他去做那种。都在成都去
成都去这个的上。我可以拿，你把它搁在地上嘛，不然端起太重了。你精神头儿都好得很嘞，我看你。我大哥听我前两天，我自从那年子痛的搞毛病，痛了3、4个月，在桂林去医好了，这会儿我没得病的，所以呢，我带这些不管种豆豆了，种菜哟，种花生了，结果说还有精神的啊，那些黄柏些都是我摘的。黄柏都是你摘的哈？哦，我今年子我还要摘多点那个黄柏啊、茶些我还。你闲不住是不是？你闲不住。我耍不住啊，耍起耍为身体还不好，好像这不同那东西跟天天去劳动就没事的。你现在的身体比我上次来好点，是不是啊？大哥，我上次来你的气色不是很好。我姓了哪个王九？我姓周。哦，你这次我整个看你比上次的气色要好得多。大哥，你没以后你来这你搁着走，不管上边儿也好，我上边儿几个人多协会多了，让你搁着进来，俺不说有啥子吃啥子。你要来耍也肯定要来麻烦你们了。你吃这啥子这些，那些不说不称罪。来吧，你给买东西吃。要不然大哥，要不然就当我给你买礼物。要不然大哥，你打车好辛苦啊！不，要不然大哥。因为你这里要爬挨哈，我本来想带点东西来，我觉得太累了，遭不住。哎呀，所以你到时候给买点车的。对呀，这大哥，你早起弄你辛苦了。没有，因为你年纪大嘞。24来都在耍，大哥。要得。哦，哎呦，你要慢点好，大哥。上体站去。要得，我走了的嘞。哎呀，这个大哥太好了，天。因为我晓得你在上班的嘛，我上次如果第一次嘛我不晓得哈，第二次嘛老人嘛我说带点东西来，我又想到起我不一爬挨了，带东西了太重的，我遭不住。哎呦，大哥嘛，天，你种好一个大哥，天24来嘛都在耍嘛，大哥。要得。啊。你们要出来去啊？走哪了？去喝酒。刚刚我听那个大姐说的。你们走哪个喝酒嘛？西门那靠西门有好远吗？走这看。这个是个把小时，食堂那要个把小时走路要。走路要个把小时。哎，现在你们这嘎的总的还住的有好多个人嘛？20来个人。住在上面的还有20来个啊，现在。只是不经常回来哈。他们多数都在城头买房子。哦。现在今天是这个人没结果的。今天有人没咯？今天有是有没结果的？有没结果的喽，因为我们多数去吃酒去了。哦，上面现在还有人没的吧？是的有哈。我们老母亲在家了。那个老人家在家。他在我们上边的，也是喝开水是有的。要得。今天好像来的也不是很凑巧啊。因为他们这个悬崖村庄的人有亲戚在外面做酒，他们大多数人都要去吃酒。不过我听这个大哥说，上面还有少部分的人在哈，我们还是上去玩一玩。上来的这个石梯啊，都长满了很多青苔，因为现在在这里居住的人比较少了，而且呢也比较陡峭啊。其实他们走习惯了还好。那么我记得我上一次来的时候，这个边上是还没有这个围栏的，但是这一次来呢，已经做上这个铁围栏了。那这样呢，就安全系数要高很多，因为毕竟这个村庄里面呢，还住有70、80岁的老年人，他们呢也会偶尔的上下悬崖村。那有一个扶手呢，对于他们来说就安全很多了。看这里，正儿八经到了这个天梯的位置啊。有句话怎么说的？蜀道难，难于上青天。走在这个原始森林里面，听到的都是这种叽叽喳喳的虫叫啊、鸟叫声啊，你看，震耳欲聋啊。
你都听不出来是什么声音，什么声音，因为各种各样的这种叫声都有。现在是早晨的8点多一点，也是大山苏醒的时候啊。在山里面能够听到这种叽喳的叫声，也证明什么？我们的这个大山苏醒了。哇，走到这里之后，看到这里一大片的竹林，顿时这个心情都好很多呀。这个爬这个天梯累的这种感觉突然间就消失了，然后神清气爽。这一条小溪流呢，就是流下去的一个，从这个地方呢就变成一个瀑布流下去，这儿跟这个下面的落差是200米要多一点，所以如果在丰水期的时候啊，很漂亮的。我呢还没有遇到这种机会，以后有机会这个涨大洪水的时候再过来看一看。这个就是他们装在这里的一个机械设备，这个东西怎么使用啊，咱也不懂，反正呢来这里看看大家就知道了。这里呢搭了一个平台，对吧？这里搭了一个平台，这里有一个电机，这个是手摇的吧，没有看到电线，应该是手摇的一个电机吧。然后呢这里有2股滑丝，从这个平台这儿呢滑下去，看一下这下边就是200多米高的一个悬崖。那么我们的车呢是停到那个位置的，朋友们看一看，主道呢在外面几公里外哈，这里呢就是一个支道，从这个峡谷进来，到这个位置呢就停止，上到他们悬崖村呢就必须走这边的这个悬崖栈道上来啊，在这里过来呢就到达这个平台。他们有重的东西啊，要上山，要上崖下崖呢，就通过这个滑丝滑下去。它这个是双向的哟，就是上面的重物呢也可以滑下去，然后下面的这个东西呢也可以滑上来。有一个问题哈，它是上面的重物带下面的轻物上来，因为纯手摇的话你摇不动，也就是比如说我们要从下面滑200斤的东西上来，那么这个上面呢可能就要压个500斤的东西下去，懂我的意思吧？就是从这个地方滑重物下去呢，把下面的这个轻的东西带上来，大概就是这么一个逻辑啊。因为它这个地方是没有电机的，你纯用手来这个进行做滑轮组的这个动力的话，你是摇不动的啊。所以呢，大概是这么一个概念。这里大致跟大家说了一下呢，我们现在往村庄里面走啊。刚刚我听那个大哥说呢，他的母亲还在上面，他的母亲呢就是应该是我们上次见到的那一位80多岁的奶奶。说实话哈，朋友们，现在的这个温度啊，赤水的温度都达到35、6度，但是我们现在在这个大山里啊，却是非常非常的凉爽啊，空气清新，鸟语花香，是不是啊？这个全部是大自然的这个曼妙的音乐。这一家人呢，就是进入悬崖村的第一家人。我上次来也没在，我估计这次也没在，可能就是下去吃酒去了。啊，这边搞了好多小白菜啊，这个白菜采一点来搞火锅，是不是非常香？这一家人非常的勤劳啊，这边堆了满壁的这个木材，当然这里是不缺柴的。你们看这个地方是比较高的吧，对不对？它的气温相对比较低。你们看看这个玉米哈，其实很多地方的玉米包呢都已经没了，都已经是快蔫掉了。你看这里才刚刚长出来，它这个地方高一点呢，所以呢，就农作物呢它也熟的这个慢一点。这边种有这个茄子，是吧？还有这个豆豆，还有红薯，还种了不少东西。这里有一间这个土墙房，这个土墙房是干嘛的？我看一看呢。哇，这家人真的是非常勤劳。这里也是满壁柴，木材。这个里面堆的也是柴，好吧？这个也是柴。我天，
这户人家砍这么多柴堆在家里，烧得完吗？都烧不完吧？这边也是柴，我天哪！这个是种了什么瓜？这个是什么瓜？你们知道不？这个是丝瓜。听说指一指它就长不大，不指了吧？等一下被主人骂了。哇哇哇！这个瓜大，这个丝瓜好大。其实丝瓜炒腊肉非常好吃的，炒鲜肉也很好吃。我不知道有多少朋友吃过啊，这个丝瓜，它这个嫩的时候可以炒来吃啊，像这种就不行了。这种你们知道是拿来干什么的吗？这种呢是等它长大老了之后呢，它里面有很多丝，就是把种子抠出来就有很多丝，那个丝拿来干嘛呢？就是可以拿来刷锅。以前咱们没有东西来洗锅的时候，就用这个丝瓜的丝，它油脂它都洗得干净，加上热水，它就相当于自带洗洁精的这种效果哈，朋友们，不知道有没有人用过哈？可能这个必须是要在农村待过的人才懂这个东西啊。我上次来就跟你们说，这一户人家是大户人家吧？看一下这些特别古老的这种石墩子，你看这一个石墩子都是几百上千斤。你看以前都是大户人家，然后请很多的这个劳动力，对吧？来一起来把这些墙垒起来。哇，这个村庄非常的漂亮。我就不知道这一户人家搞这么多的木材堆着干嘛呢？我估计他的木材烧1年都烧不完了，都1年都不用再去山上砍柴了。然后你看这个地上铺的这个地板都全部是石墩，而且它这个石头的厚度应该最少这么厚。这里也是一样的，全是铺的这种石头，太牛了哈！我跟你们讲哈，这个放到现在的话，像它这个房子的建造加上这个地板的建造，我跟你们说，没有个40-50万你是搞不出来的，就搞这个房子的这个样子，知道吧？就搞这个房子的样子，然后把这个地坪用这个石头来砌成这样，那肯定比你水泥打的地力好多了，对吧？你就做成现在这个样子，你没有个40-50万你是做不出来的哟。你们看看，此时此刻是不是很多地方都已经热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了？你看我在这个大山之中悠闲的走着，然后欣赏这样的原始风光，再带你们去探寻悬崖村庄，是不是挺惬意的？你们就在家里这个被窝里躺着，然后呢吹着空调，是不是就可以欣赏咱们这个大好河山呀？这里这2家人呢都有人居住的，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哈？那个房子呢坐着一个叔叔，他姓任，不知道今天在不在，有可能呢都去吃酒去了。这里呢有一个老人家，我不知道今天在不在。你比如说像这个房子的这边这一段的话，实际上以前也是一个地基，我们从这个镶嵌的这个石头大家可以看得出来，只是可能搬迁了之后这个房子拆掉了，然后呢就把这个地基干嘛呢，就种了菜了。看看有这个地基的这个地圈的一个痕迹哈。那么这里呢留下了这么一个房子啊，是一个老人家哈，他不愿意出去，所以呢就留守在这里，今天应该都不在。这边这个房子呢，就是我们第一次来，有一个姓任的叔叔啊，好像在家，跟他聊聊天去。睡，吃饭没有？还没有啊？吃了，我们吃了早餐哪里啊？吃了，又来耍来了嘞。哦，他们都去吃酒去了，你不去？不去，现在走。啊？要爬一坡很高很高，我不去。就是吃酒啊的啊？啊，没有去啊。哦，他们就是找那个吃酒了嘛？嗯，对对对。也是要走路爬坡啊？哦，对对对，太高了。
我还以为你都去了呀。哦。你还没吃饭呢？吃黄瓜呀？哎，要得嘛。跟到你才炒的。才掏出来了，我吃一个，我吃一个。跟到一个。要得要得。这纯天然的。哎，纯天然的。刮一下嘛。啊？刮一下。不刮不刮，就是啷个扯，就是啷个扯。你都没有又没有打农药又刮啷个？就是啷个扯。没有打农药的。哎，就是啷个扯。对对对。好，谢谢谢谢。你最近来没啷个呀？我就在昨天在这园林回来。昨天才回来啊？去干啷个来嘛？哦哦哦。哦。你在园林有房子哈？啊，金源和平瓦房子。我晓得你们都有，应该都有房子。就是园林2片、建的2片房子哈。哎对对。都有的哈。你们那个岸上都有用铁来搞起栏杆了哈。那个是哪事儿搞的啊？我曹老板儿。那一个老板来搞的是吧？哎。哦。我们在园林的昨天晚上住的民宿。哦。然后今天早上就跑起来这来耍来的。哦。我觉得这个3点半可能凉快就来耍。今天还都去过吗？你空不嘛？还要进去不？你空没？空的。空的，那我们走原始森林。可以啊。你带我走原始森林去耍。要得。已经到了悬崖村的任叔叔这里了，吃了个黄瓜。等叔叔吃完面条，他带我们去这个原始森林去看看，就是里面有很多大树哈。对。上一次来比较遗憾没看到，这一次叔叔有空，正好他带我们去。你们看一下啊，你们看一下这个房子也是没有人住了，那边也有个房子没人住。他们这里的人呢，所有的人在这个园林村当里都有分配这个房子啊。那边的别墅非常漂亮哈，只是他们住在这里更舒服一点，凉快。然后呢，土地也在这里，是吧？就可以种一些原生态的菜，各种各样的小吃，各种各样的菜，那么就更方便一点，省得出去买，对吧？说到他们就近搬迁的这个房子啊，非常漂亮。正好昨天我去拍了一下，我可以给你们看一个航拍镜头。那个地方真的很漂亮，而且大多数的房子呢，现在都没怎么居住，因为他们还是喜欢住在山上。所以呢，可以把那些房子租出来避暑，应该有60%-70%。所以你们喜欢避暑的，可以到园林村去看一看啊。水水。哦。你这外边这棵叔叔是哪个叔叔啊？哪种啊？这棵叔叔啊？就我啊。啊？那是山茶花。山茶花？哇，看也好看得很。冬天去的是绯红的一树。冬天绯红啊？我去的是绯红的。我就看它结的这种果果啊。啊，它就是到中间有些果果啊。这个果果拿来起哪个作用啊？它要生噻。你看我这下面生着。啊。你说啊？哦。生去了吧？我第一次看到这种结果果的嘞，你这个结了好多哦。这个东西贵不贵哦？它是种花树吧，好看哦。好看哈，就是冬天才开是吧？哦。它也树叶起一树绯红。哦。你明年都去世了？哎。你看起来不像哎。我跟我儿子都在外边，有个跑车呀。在厦门那没跑车。厦门哈。现在我依然在云南正雄的武德天坑，就是我身后这么一个巨大的天坑。这个天坑的直径呢是600米，它的深度最高的地方有170-180米，是一个巨型的天坑。天坑内的面积啊有400多亩，你们能想象400多亩的大山有多大？那么我们上一期视频跟大家聊了，这个天坑下面呀住着4户人家，以前是住的8户，那么现在呢有4户搬出去了，只有4户人家住在里面。
这个口子呢是村里面唯一的进出口。现在呢，我们依然还是要从这个口子往下走啊。我们到这个下边这家来看看。大哥，你家就在住这里啊？啊。那边呢？咦，我看他们好几兄弟家哎，好几姊妹家哎。你家有几个啊？7个。你家7个？天，你以后这个福气不得了啊！你没有出去啊？你都没有出去啊？都是在家里面。主要在家里面搞两个。主要在家里面搞两个。庄稼。做庄稼哈。在这里打篮球还可以找点自信啊！你这个篮球板。哎呦我去！再来一个啊！这字花扣到的。你现在7个娃儿都在上学吗？还有2个。还有2个还小是吧？初中一个高中。哦。那你老婆呢？过草去了哈。等于你们2个就是没有出去了嘛，一直在这边住。喂2个牛啊。喂2个牛啊？你5、6个家。我说应该不止嘛，刚刚我看到，那你这个喂5、6个牛了，一年的产值有好多啊？这年看牛价好不好？应该5、6个牛的话，一年3万块钱没得问题的吧？没问题。3万也没得问题哈，还喂点其他的了没得？没有。我的鸡啊，我的猪儿。哦。那你们2个等于你们2夫妻一直在这没出去？没。他你们应该喊那个奶奶应该还喊。好了，他家新疆人嘛。你家呢？生。儿子也属于那个生的嘛。哦。你家有好多地啊，像这里面的话。有4、50亩哈，因为我算了一下，这里面总的应该有几百亩。地是100多亩了嘛，他如果加上这些坡坡的面积的话，有好几百亩。200多亩的话，你算了。等于你是从小都在这里，那你们读书啊？这事儿？我没读书嘞。你没读过书啊？哦，也没有出过远门哈。但你7个娃娃厉害呀！我天哪，是不是1岁1个？1岁多点一个，相当于可能10年时间。点像2岁。最多的2岁。
你的老婆是哪儿去的呀？肯定不是这儿的人啊。远不？也是就是相当于这个天坑外面。你这个等老来了要享大肥。6、7个家娃儿，是几个男娃娃几个女娃娃？3个男的，4个女的。比现在成年的有4个了。哦，有5个没读书了，还有2个，就等于是没有读书的5个全部都在外面。一个在家是。哦。他个人找到他的头脑了。哦。对，这个在外面这排房子就是你们2兄弟的。哦，亲2兄弟哈。来，你们2兄弟来打球。以进3个球为准啊，看哪个先进3个球。来，开始。来，兄弟2个单挑的时候。你看这个球是人家让你投的，这个球肯定是人家让你投的噻，不让你投进。看秒杀！你是打不过人家，确实打不过人家。我以为你谦虚。本身就打不赢他。我打不赢他，我不打。你看我像不像打篮球的嘛？有点像。是不是？你看我这个身体。像。你家五姊妹？你在老几啊？老4。前面还有几个？3个，3个都是姐姐啊。等于你还有个刚刚那个小姑娘是你家妹妹。3个姐姐，1个小妹。那你家2兄弟就12个娃娃了。我现在依然在这个云南正雄的武德天坑，看一下，现在我就在坑底。刚刚跟这个大哥聊天呢，他们就是居住在这个洞中。这边呢是他们喂猪、喂牛的一个地方，他家养的有6头牛。那么下边这个洞口的前方这儿呢，有一排房子啊。这一排房子呢，就是这个申大哥他们2兄弟的。他们2兄弟这一排房子，上面那一家呢，就是又是另外一姓人，姓杨啊。上面呢也是2户人。那么洞口呢有几十米高。我觉得他们2兄弟厉害呀，在这里面娶了老婆之后，2兄弟有12个孩子。申大哥他们2兄弟，我觉得挺厉害的啊，养12个孩子长大，最大的呢都已经26、7了，那么小的呢才几岁，真的厉害啊！你说申大哥也才这个40多岁吧，他应该是一个70后，那么70后的有6、7个孩子的，我觉得应该是非常少见的。咋没看到你家爸爸妈妈呀？我爸在镇雄，我妈还在镇雄。在镇雄？那你回来干了哇？你爸爸妈妈都在镇雄？我们都在这住嘞。他们2个不在这住？不是，我爸在，我婆婆去做活人。你妈妈呀？我妈在医院上班？医院。生病啊？那你不去看你吗？你不去看你吗？我们还不得放牛的。哦，有牛要放。这边他们还养了好多鸡啊，大家看一下，这个鸡全部是土鸡啊，那个脚都是黑的，看得清楚吧？这个鸡的脚全部是黑的，这种才是正儿八经的土鸡。这玩意儿拿来你要想炒来吃的话比较困难啊，都是要炖一炖，要不然炒不熟。这个下面这一片土地呢，他们全部是种植的玉米。靠这个天坑壁的这些地方呢，就是属于山体，也就是他们放牛、放羊的一个地方。我特别佩服的是，他们2兄弟居住在这个山洞里，竟然生了多少个孩子呢？12个。在70后的这一批人里面，我觉得他们算是翘楚了吧。你们还有哪些70后一家生有6、7个孩子的？我估计是非常难找到的吧。
朋友们，大家好！阿泰今天呢是来到了云南昭通的正雄县。很多朋友吐槽我，你转来转去就在贵州。今天终于转出贵州了啊，到了云南。那么这一次呢是要带你们来看一看一个巨大的天坑。这个位置呢是在正雄县的武德镇。这个巨型天坑下面呢有一个洞穴，洞穴里面呢，据网上的资料说住有8户人家，30多口人。那么以往呢，阿泰也带大家看了这个悬崖村庄，包括这个洞穴人家也不少。但是这个地方呢，它是集巨型天坑、洞穴人家为一体，应该是非常有看点的。走，大家跟着我的镜头一起去探寻一下。这一条小道呢，是唯一下到天坑的通道，而且是开凿在这个绝壁之上的。这个地方呢，我们看到有水管，在这个岩层之中呢，好像有这个溶洞水，应该是天坑里面的洞穴人家呢从这里引水下去饮用的。哇哇哇！大家看看啊，这个位置呢，我们就已经看到洞穴人家了。那么我们是要从这边的这个悬崖角，然后呢顺着这个他们修的这个栈道下去，然后从这个地方转一个大圈呢，从这边转过来，然后再到他们这里哈。我们从这一侧的崖壁走下来呢，在它这个位置啊，需要倒一个弯，然后再从这边呢一直往下走。那么我们看到这个边上呢都有做围栏哈，如果在以前的话，这个地方可能是没有这个围栏的，那么就更加的险峻一点。但是现在呢，就相对安全的多。现在来这里玩的人还是比较多的，因为是夏季嘛，那么断断续续的都会有人进入到里面去参观。我们现在差不多已经到达这个天坑的底部了。大家看这个上边的悬崖峭壁，看起来还是挺险峻的。整个四周呢都是这样的崖壁，全部包裹哈，没有任何一个地方你是可以攀爬得上去的。假如没有这条路的话，这个地方呢两边都做有门，据说呢是他们这个天坑里面的孩子啊，在这里上学，当然现在是不在这里上了。这里呢是利用了这个岩层的一个盖板，两边呢把这个墙给竖了起来。那么这里呢还做了一个窗户，你看透过这个窗户呢，就正好看到对面他们的这个洞穴里边，那些都是房子。他们洞穴里面呢，以前是住了8户人家，为了让小孩子呢少走一点路，因为不要说去上面的学校，就是走出这个天坑呢，都要走30-40分钟。那么就在这个地方呢，做了一个简易的教室。我们还可以看到这上面还有一些粉笔字。当然呢，现在的学生呢已经不在这里上课了，他们已经到村里面上课了。我们走到这里之后，发现真的是豁然开朗。看一看他们居住的这个山洞就在这里。那么整个周围呢都是悬崖峭壁啊。这个天坑的直径呢有600米啊，它的垂直深度啊平均有120米，最高的地方呢有160米。所以我们在这个视频中看呢，说实话其实还看不出来这个崖壁有多高，但是我们到来现场之后呢，你会发现真的挺高的这个天坑。那么大家有没有好奇，这个天坑里面有好几户人家，他们这里的土地种的粮食够不够他们吃？这个大家可以算一下，这个天坑的一个数据啊，它的直径是600米。那么我们可以换算下来呢，有28万多的一个平方米，也就是说合成我们说的1亩地、2亩地的亩，就有400多亩地。马上就要到洞口了，我再给你们看一下这个洞口对面的崖壁。
我们呢是从上面那个垭口顺着这儿呢走过来的。那么我们从航拍的镜头呢，可能这个整个里面的四周想一下看清楚呢比较艰难。那么站在这里面来拍摄呢，大家应该看得比较清楚啊。整个四周呢，都是这个峭壁，包括我们步行下来的这个栈道啊，那边也是笔直的这个悬崖峭壁。下边呢就更高了，这个下边应该是有160米，说的就是这个位置最高。这里呢就是洞口了，我已经跟大家一样的心情啊，迫不及待的要到洞口去看一看了。这个洞口还是非常非常的高大。看一下，非常的高。我们映入眼帘的呢是这一栋的石头房子，它在这个洞口的下沿位置。这个房子看去非常的古朴啊，都是这样的石头给砌成的。我们在这儿呢也可以看到下边这一家的房子，待会儿呢我们到下边去看一看。你们看看它这个一排房子过去呢，正好建在这个正洞口的一个下沿。现在来这里玩的人还是非常非常多的。你看这里来的人都是从上面下来到这里玩的。那么这些呢是他们晒的衣服。这里呢有一个房子，这个下边这里还有一排，就是我们在对面看过来的，这里有一排房子。我们从上面下来走到这里啊，差不多走了1-2个小时，主要是在路上拍一拍看一看。那么现在肚子有点饿了，我们到这儿之后呢，叫主人家是小两夫妻，他们给我们炒点饭，我们先吃点饭。这个主人家两夫妻给我们炒的饭好了。来，吃一点饭，可以。好的。试一下它这个腊肉。这人吃了饭，这个猪也要吃是吧？走，给你这个喂猪，在哪里喂猪啊？我们刚在这个小弟他哥那儿吃了饭，跟他一起来喂猪。他们的这个猪是喂在这个下边这个猪圈里面的。大家看看这里的环境啊，真的是世外桃源，非常的漂亮。下边这儿是一个猪圈喂猪，上边呢就是住人，那边也是下边一户也住了7-8个人。然后这边好像是牛圈吧，因为我们刚才从上面下来的时候，它这个地方有养了可能1-20头牛，就是几家人养的。你们这儿有没有几家人呢，小弟？4家人。哦。以前不是有8家人吗？说是。8家人走嘞。哦。他们这个地方现在一共住的是4家人，下边这一排房子是2家，上面那一排房子是2家，所以总的是4家人。因为刚刚那个大哥也跟我说了，然后我们喂猪的那个小兄弟也说的是4家，那么具体是多少人口呢？还没有问他们。我不知道大家看这个位置没有啊？这边做了很厚的一个防御墙，那么一直是延伸到那个洞口的位置啊，那儿也有一面墙。那我们看到这个房子的后面，对吧？就是
这上面这排房子的门口这儿也有一个防御墙。这个洞口呢，实际上做的是双防御墙。那边还有一些就是很久以前用石头砌出来的一个，应该是最开始养殖牲畜的。那么后来呢，把这个养牲畜的圈呢移到这个地方来了。你老婆是哪里的？红河是哪里？云南红河。我们下到这个山洞里参观了一下，跟这个上面那户人家的小两夫妻聊了聊，然后呢，跟他们两夫妻商量了一下哈。晚一点在他们这里弄一只鸡，然后呢，我们晚上搞一只鸡吃。我现在呢要上到天坑上面去搞2瓶这个白酒下来啊，晚上呢好好的在这儿喝2杯啊，朋友们。这个地方呢，总的居住的是4户人家，现在以前是8户啊，其他的4户搬出去了，目前只有4户人家在这里。现在因为这个小孩子呢都放假回来，在洞里面还是挺热闹的。还有就是来参观的人呢也是络绎不绝的啊，经常就有人呢到这里来参观，看看这里不是就陆陆续续的有人走下去。那么我们本期视频呢就到这里，这就是我们下去参观的大哥啊。我们本期视频呢就到这里哈。接下来的故事啊，我们先晚上这个喝酒的时候再聊，下一期视频呢再给你们讲这里面更多其他的故事。拜拜，下期见。在贵州大山深处的一个悬崖峭壁上，竟然发现有一座悬空的房子，你敢相信吗？朋友们，今天阿泰呢是来到了大山里，在不经意间呢，在后面这个悬崖峭壁上，竟然发现有一座悬空的房子。我们从这个空中画面可以看到，这个房子呢，实际上是建在半悬崖，悬空在这里呢。建这个房子的位置呢，正好是一个崖壁往内凹陷的一个位置，也就是说，它的这个位置呢，可能刚好够建房子。据当地的老百姓介绍啊，这其实是一座悬空寺啊，是古人把这个寺庙呢建造在这个悬崖中间的，真的是太厉害了，不得不佩服古人的智慧呀，竟然想到在这样的悬崖绝壁之上呢建造这样的建筑，真的太厉害了。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边上还有一个小房子啊，实际上在很久以前呢，这个地方是有人看管的，也就是说有人居住在这个悬空室这里。你们看着是不是都非常的险峻啊？假如说让你居住在这个地方，你敢不敢呢？我估计都是晚上睡觉都睡不着，对不对？据说这个房子呢已经建了好几百年了，那么它悬在这个半悬崖，看到这些柱子呢也都是那种悬空的，它竟然屹立不倒几百年的时间，太牛了哈！所以古人的智慧呀，那真的是了不得呀，真的是这个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啊！一座寺庙竟然把它建在了悬空的崖壁上。我比较有大的一个疑问是，建造这个寺庙的这些材料啊，它是怎么运上去的呢？太神奇了吧，朋友们！无人机航拍竟然发现这个山梁上有一栋房子，更神奇的是，竟然还有人居住啊！走，我们下去探访一下。从这个无人机飞行的距离来看呀，这里走下去应该是2公里多一点的路程啊！我天哪，这里这一片草场，
多么漂亮！养一点牛，养一点羊，那多爽啊！哇！我现在又穿越这一片草场，然后再穿越下面的森林，再转几个弯，就可以到。我现在实际上已经步行了很久了，像这样的环境，不养个几十头牛，哪里对得住这么多草啊？是不是？再看一下我前方的这个山峰，层峦叠嶂，是吧？你想跨越过去，真的是太难了。朋友们，我隐隐约约已经是看到了我们要去拜访的那一户人家，看到没有？这里，中间屏幕的中间。但是现在我要从这里走去，再从这里下去，然后再上去。你看得这么近，但是实际上我们走过去可能需要20来分钟，半个小时左右哈。在我们贵州是不是望山跑死马？就是这个意思。你明明看着很近，对不对？但是你要走到的话，你需要走一会儿。我要是在这里养个10头8头牛，那该多好，对吧？全是这么漂亮的这个草，草资源太丰富了。晒死了，朋友们，看看我晒成什么样了，我都感觉跟包拯差不多了。这么多的草啊，这一片山脉下来全是这样的草，真是不养殖太可惜了。那里马上就到了，这里弯过去爬上去就到了。这个地方你们看看吧，环境又好，草资源又好，真的是养殖的一个天然的好场所。看得出来这些全是土地哈，以前都是土地，现在没有做了，它就全部长了这样的茅草出来，而且这个草也非常非常漂亮。你们看这一个山脉的两边都是这样很深的一个大峡谷，一户人家居住在这个地方。我们马上就要到这户人家的居住地了，看到吧？已经看到种的玉米了。这个门前呀，好大的一棵核桃树，这里种了一片的玉米。他这个居住的位置是居住在这个山崖口啊，后面有一个小山头，对面也有一个小山头。看到这棵核桃树没？这个是几十上百年对这个地方的一个见证啊！哇，天哪，走了40分钟才走到这里。这个门前种的一大片的玉米地。刚刚我们看到的主人家不知道在不在啊？因为我们航拍的时候看到有人的。看一下，这边是土墙的房子，中间是这个木房子，那边也是土墙房。这个我们就可以看到两代人建筑风格的一个不同啊。这里也是土墙，这片玉米地个子长得这么高的吗？还有栏杆拦起来。哇，看一下，这个边上都是用树皮来盖的。这个房子好像也比较破旧了。哎，这里怎么是用竹竿来挂住的？人出去了，人到哪里去了呀？应该是只有一个人居住在这里哈。这一户人家应该搬在这里来很久了。你看，边上这一个已经坏掉了，对吧？那么后面那儿呢，也有一个土墙。那边上那个应该是一个猪圈，这儿呢养有一些蜂。那么它这个地方呢，我确定是不通电的，是用这个太阳能来进行照明。除了照明之外，应该没有其他的一些电子用电的一个设备。看看那个是烧水的一个茶壶，它煮饭呢也是在外边煮的，应该是在这个土墙房里煮饭。估计是一个老人在这里哈，因为没有看到更多的人的这个
衣服啊，或者说其他的用品之类的。真的是比较遗憾哈，我还担心是看不到人，所以航拍发现人了之后才过来，过来竟然也没看到人，有很多疑问，也没得地方问，对吧？这一户人家呢，应该是居住在这里是上百年的历史了。我们看这个土墙，包括木房，那就是分别不同的2代人建造的房屋。那么目前居住在这里呢，应该是一个单身老人，估计就是70岁左右吧。这个地方呢，我跟你们讲哈，整个周围5公里内是没有任何人烟的。它的这个房子，这个山梁的2边，包括前边，都是一个巨深的一个大峡谷。也就是说，要进出山的话，只有从我来的这个山梁杠啊，也就是后面这条梁杠，只有这条梁杠呢，才能够步行到这里来。也就是这一条道呢，也是他出山唯一的必经之道，没有别的路啊，2边都是很深的峡谷。所以我也特别的好奇啊，这个人跑到哪里去了？我天哪，搞得我现在有点迷茫啊！我现在这个脑瓜子都嗡嗡的，为啥吧？因为他这里真的没有路可以走啊，他那个东西背到哪里去了？我来的路上也没有看到人，搞得我现在人心惶惶的。好了，朋友们，今天视频就到这里，下期再见，拜拜！搞得我有点慌了，走。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我在云贵川3省交界处，这个地方呢被称作鸡鸣3省。何为鸡鸣3省？意指早晨一只公鸡打鸣啊，3个省的人可以同时听到。我身后这一座大桥呢，就是历时3年半，历尽艰难险阻，2020年1月22日才正式建成通车的鸡鸣3省大桥。走，带你们去看看，非常的壮观。我现在所站的位置呢，就是四川泸州的叙永县。那么桥的对面呢，就是云南昭通的镇雄县。再看这边上边呢，就是贵州毕节的七星关区。那个修建的像只雄鸡的造型呢，就在这个山上。那么这边呢，2边都建设有停车场。比如说这里还建有一个农产品的一个交易中心。也就是当地的老百姓有什么农产品呢，都可以拿到这里来销售。本来呢，现在也是一个开放式的旅游区，所以有很多人呢到这里来玩耍。那么间接的呢，也带动了当地农产品的一个销售。这边呢就是大桥，咱们到这个桥上去看一看。这儿牌子上也有写啊，3省交界的位置。我们走到这个桥面上呢，发现这个桥面还是非常宽的啊，有10多米的一个宽度。你走路在这个上面，你可能不感觉有多么的险峻，但实际上下面是非常深的一个峡谷。这一座鸡鸣3省大桥的跨度呢有180米，从桥面到水面的垂直高度呢有160米哈，多高呢？相当于53层楼的高度。我们现在呢来到了这座大桥的一个正中间，我们往下看一看，这条河流呢叫做果哈河，正好呢把四川叙永和云南镇雄分开。这边呢就是四川叙永县，这边呢就是云南的镇雄县。大家可以看一下，两边都是悬崖峭壁，中间一条河流，非常的艰难。在我们云贵川的大山里啊，大家知道都是高山险阻啊，出行非常的不便。那么在这个河的两岸呢，很多人都是有亲戚的，对不对？四川这边的人，假如说要到云南这边来走亲戚，是非常不容易的。就是为了走亲戚呢，他们在上个世纪就开了一条悬崖栈道，就这个位置，大家看到没有？那么四川的人呢，在这座大桥还未建成通车的时候呢，他们要通过这里，从这个悬崖这个小道走到这个悬崖角，然后呢再下山下到这个河谷底，
乘坐舵船乘坐渡船，然后再到河对岸。我们可以看到河对岸也全都是悬崖峭壁，包括很远的地方也都是悬崖峭壁。然后再到河对岸之后呢，慢慢的攀爬到对面这边的村庄，就是云南正雄。也就是我们看着短短的几百米的一个距离啊，实际上在以前的话，两边的村民来回要走动的话，需要走2个多小时，非常的艰难哈。但是伴随着咱们鸡鸣3省大桥建成通车之后呢，原来2个多小时的路程啊，现在多少时间？只需要5分钟就能走过去了哈。如果你开车的话，可能只需要1分钟。所以说这是一个对当地老百姓非常好的一个大工程。实际上呢，修建这座鸡鸣3省大桥啊是非常的不容易。在上个世纪80年代呢，就已经提案说要修建了。直到2016年呢才开工建设，2020年呢才正式通车。大家可以算一下，先后差不多花了40年的时间。可以说呀，当地的老百姓啊，为了等这条公路通呢，都等了40年。很多小伙子呢都等成了老大爷，非常非常的不容易。这边呢就是靠贵州这个方向。那么大家可以看看靠贵州这个方向的这边呢，这个峡谷会更加的窄一点。这条河呢，刚刚我们说过了，叫果哈河。这边这条河呢叫做渭河。这2条河汇合之后往下游走呢，下边就叫做赤水河了。所以这个地方呢，不光是3省交界，也是3河交界的一个地方。那么对面那个山顶上啊，就是贵州这边修建的鸡鸣3省景区啊，也就是这个雄鸡造型呢，就在这个山顶上啊。我们只能从这个空中俯视图去看。有很多朋友就问啊，这个云南和四川都把桥架通了，来往呢非常的方便，但是贵州这边为什么就没有架桥呢？大家可以看这个地理环境、地理位置。那么云南、四川这边呢，它要比上边要矮一点，就是它们的落差呢在200米，这样呢就没有办法进行架桥。所以现在云南和四川这边的交通呢是方便了，两地的村民呢可以通过这个桥上开车或者说走动呢，就可以很轻松的到达对方。但是要到达贵州呢就非常艰难。你们可以看看这一片呢，全部都是这个悬崖峭壁。假如说从我这个位置要开车到上面的景区呢，要绕好几十公里才能够上去，还是没有这边方便一点。不得不佩服我们的建设者以及我们当地老百姓的毅力哈。大家为了来往方便，你看刚才我就说了，从上世纪80年代就开始筹划这个事情，陆陆续续40年的时间了，朋友们，非常的不容易。那么在这个深山峡谷这里需要建这么一座桥，本身就是一个非常艰难的事情。为什么在上世纪80年代就提案了要建桥，一直拖到2016年才开始建呢？就是因为很多的技术、很多的难题，那个时候还无法攻关，所以才会到2016年才开始正式开建，到2020年1月22才通车。所以说这座大桥的建设是非常的艰难险阻的，不是用我们现在的眼光看去那么容易的。这座大桥的建成呢，也标志着我们的这个建桥技术呢提升到了一个阶段，而当地的百姓呢，也因为这座大桥的建成，从原来需要步行2个多小时的路程呢，缩短到只需要5分钟，可谓是造福了一方百姓，真的是了不起的一座大桥。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阿泰。现在我在贵州六盘水。刚刚啊，我从这个崖壁公路上把车开过来，说实话，心里边还是有点怵的。下边就是万丈悬崖，路也比较窄，而且呢，它的坡度比较陡。我相信很多女司机都不敢开吧。带你们去看一看。这一条挂壁公路呢，就在北盘江大桥的一个边上。这个地方呢，有一块这个功德碑，也就是在去年之前呀，这条公路是没有进行硬化的。去年年底的时候呢，大家筹资之后，把这个路面呢进行硬化，然后外面呢也做了一个围栏，所以说现在呢相对来说比以前要安全一点，但是呢依然是非常的险峻。大家可以看看，下边呢就是几百米高的一个悬崖，深不见底，上方呢也是悬崖。公路呢从这里过，它主要是这个坡度也比较陡。这个位置的环境啊是非常的漂亮哈。这边就是北盘江的一个大峡谷。那么我们的这个北盘江第一桥呢就在这边，对面就是云南的犍威，这边呢就是贵州六盘水。所以说这个地方呢是两地交界的一个地方。走，我们去那个崖壁公路上看看。这里有比较醒目的提醒啊，因为这个路比较窄，所以说你行车从这上面通过的时候呢，尽量都按着喇叭往前走，因为在中间的话，你是非常不好会车的。这一条崖壁公路呢，它主要是这个坡度也比较陡哈。大家看看这个下方真的是万丈悬崖，非常之高。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崖壁公路的上方，这些石头啊，其实也是有点摇摇欲坠的。所以说，不要在这个下面呢过多的进行一个停留。看看这些石头呢，都是有点松松垮垮的，对吧？全部都是缝隙裂开的。我们看一下这个下方哈。真的是很高很高，你从这儿看去的话，有点眼花缭乱的，确实很高。对面那儿呢，就是很深的一道峡谷，这条江呢就是北盘江。那么你们看这里哈，有两个很深的一个大裂缝，对面那些地方呢就属于云南了。现在呢，拦上了这个护栏呢，我相信从这里开车过的人呢，应该是心里边没有那么惧怕了。特别是以前这个路面又没有硬化，这个边上又没有护栏的情况下，说实话，你开车在这个路上真的是有点胆战心惊的感觉。还有就是这些石头，我们看一看，这里实际上一个很大的一个裂缝。那么这一个石头啊，这些石头看着都真的是不是很稳固啊。这一片林地里面，其实有非常多的一大块一大块的这种石头。这些石头呢，大多数呢也都是从这个悬崖上面若干年前这样慢慢的这个垮塌下去的。走吧，我一跟你们说着，我都有点害怕，我还是赶紧离开。这个位置真的很陡，你不注意开车都要打滑。我刚刚去走了一圈回来，我跟你们讲实话，走路在上面可能比开车更加的险峻，特别是心里面发怵啊。为啥呢？因为整个上面的这些石头啊都是摇摇欲坠的，很多都是这么宽的缝，而且你就像一个千斤的石头悬在你头上，你心里面是有点发毛的。所以说呢，还是尽量不要走过去啊，开车的话就直接开车通过好了。
太神奇了，朋友们！我在四川深山的悬崖脚下发现一个山洞，洞中竟然有人居住，四周与世隔绝。是什么样的人会居住在这样的地方呢？看看对面这一片悬崖峭壁，蓝天白云，犹如一幅水墨画一样，真的是非常壮美和漂亮。大家可以看看这个上面有一个山洞，这边也有个山洞。咦，这下边也有一个山洞，这个洞口竟然发现两面很高的石墙。我们用无人机过去航拍看看里面到底有什么。太神奇了，朋友们，竟然真的有人居住在这个山洞里。我们看一看，这个大叔的年龄应该在50多60岁哈。是什么原因让他要隐居在这个山洞呢？我们看到这个崖壁脚下是有一条小道，从这边呢一直走过来，延伸到这边，也不知道走哪里去了。应该是从前面这哪个地方呢可以上到这个悬崖上边去。那么他的唯一出道呢，就是从这条小道跟着过来，然后呢进入这个山洞中。因为再往这边走呢，也是悬崖峭壁，根本没有办法出去。下方呢又有一条河流隔断，所以他唯一出山的路就只能走这边上这条路。真的是神奇哈！他为什么要居住在这样的地方，而且是洞口垒了石墙，就像活在这个原始时代这种感觉哈。就是这个山洞，上方是悬崖峭壁，下方是一片森林加一条河流隔断，它根本没有地方进出啊。这边呢是悬崖峭壁，只有这边这一条小道呢，从这个远方去上到这个崖壁。那么这个大叔他是什么原因会隐居在这个山洞？那么他靠什么样来生存？因为并没有种植任何的东西，很多问题都是百思不得其解。本来呢想过去探访一下，但是实在是不知道从哪里过去，因为下面的赤水河把我和对面深深的隔开，要到对面去呢也不知道往哪儿去，即使去到对面呢，你也不知道从什么样的小道才能到他这里，真是百思不得其解。你们觉得这个大叔为什么要隐居在这个山洞？他的目的是什么？他靠什么东西来生存？很多东西都是疑问。